顾青青猜测着，随即就把徐叔叫过来问了问。徐叔一开始说话是滴水不漏。夫人，公子的行踪奴才也不知。顾青青知道徐叔只听徐行的吩咐。既如此，那我今天也去地牢看看那位楚夫人去。徐叔，备车吧。这怎么了？还有什么问题吗？夫人，你想见楚夫人怕是不行。为什么不行？徐叔没有说话。徐叔，要是我今天一定要去呢？哎，夫人，罢了，老奴不妨实话告诉你，那位楚夫人其实昨天一早就死了。什么？楚夫人死了？顾青青目瞪口呆地看着跟前的人，她怎么都想不到楚夫人竟然也在昨夜死了。昨天公子早上本来是要离开京城去城郊一趟的，听见楚夫人死了，公子也没有再出城，而是去见了楚夫人。公子去见完楚夫人之后出来，就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后来呢？后来公子就叫下人送来了酒，一个人从白天喝到了晚上，要不是老奴后来上前拦着，公子怕是还会继续喝下去。顾青青愣愣地听着，她昨天还以为徐行是因为楚怀胜娶妻的事儿，想到了他娘才会喝得酩酊大醉。夫人，要是没有别的事，那老奴就先下去了。顾青青点点头。徐叔从屋里退下去之后，顾青青却坐在桌子旁边若有所思。后来顾青青听莫离和叶无痕告诉她，徐行将楚夫人关押的这段时间，把楚夫人当初对他娘用的手段全部都用在楚夫人的身上。当初惠夫人是怎么死的，楚夫人也是怎么死的。徐行将他娘的仇变本加厉地从楚夫人的身上讨了回来。那楚夫人在地牢里早就被徐行折磨得不成样子。楚夫人在地牢里待着没多久就被折腾疯了，天天在牢里发疯乱骂。楚夫人将徐行他娘害死之后，扔到了乱葬岗喂野狗，楚夫人的尸身也被扔到了乱葬岗。夫人，听说公子还准备了几条野狼，那楚夫人的尸骨全都被野狼分食得干干净净。那楚夫人作恶多端，如今也是她罪有应得。顾宁秀在屋里被沈氏关了好几天了。在顾宁秀被沈氏放出来后的2天，顾宁秀倒是还算是安分，老老实实待在那儿，哪儿都没去。就在3天后，下人来报，告诉顾青青，顾宁秀这天早上一早就走了。同时顾青青也安排人跟着他。顾青青一面暗中安排了人偷偷地跟着顾宁秀，同时也没闲着。上次顾青青买下的那几个山头，顾青青打算全部拿来种茶树。春天和秋天都是最适合种植茶树的季节，正好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刚好可以种植茶树。山头买下来之后，帮他暂管山头的是余叔。打听了一番，顾青青才知道这山脚下都是种茶树的茶农。顾青青不打算种植粗茶了，他要是种茶肯定会种那种品种上好的茶。夫人，京城有3大茶坊，那3家茶坊聚集了天下各种名贵的茶叶。要是夫人你想种一些名贵的茶树，不妨可以去京城的那3大茶坊去瞧瞧。3大茶坊？那行，那我明天就看看去。顾青青负责找茶苗的事儿，至于找工人的事儿就交给了余叔。余叔告诉顾青青，他会把顾青青需要的茶农全部招妥。顾青青在山上忙了1天回去，今天去跟踪顾宁秀的人也到了顾青青跟前来回话传消息来了。怎么样？今天你跟踪3小姐都看到了什么？禀夫人，属下看见宁秀姑娘出府后，一路跟踪着她到了一家书院门口。书院？她去书院做什么？宁秀姑娘到了书院后，很快书院就出来了一位年轻公子，看样子应该是那个书院里的读书人。然后呢？那个公子出来后，宁秀姑娘就笑着和那位公子一起在京城四处逛了起来。宁秀姑娘一路走一路看，全程都蹦蹦跳跳的，很是开心。那位公子一直跟在宁秀姑娘的身后，逛了没多久，男人好像在路边买了一盒胭脂送给宁秀姑娘，
两人也没有在一起待太久，很快宁秀姑娘就同男子道别回来了。男子禀告完，顾青青就让他下去了。顾青青坐在那儿若有所思，看来顾宁秀那天去游湖应该就是和这位公子一起去的。顾宁秀的事儿，顾青青除了暗中安排人跟着他，同时也安排了人去查那位和他三妹一起的读书人。顾青青也主要是安排人查一下那个人的品行。今天白天顾青青去了山上一天，这会儿身上的衣服鞋子全部都弄了不少的黄泥在上面。哎呀，弟妹，你这是去哪儿了？怎么……顾青青没有管自己身上的泥，而是看着突然过来的徐安和苏锦娘问道：二哥嫂子，你们过来找我可是有事？弟妹，我和相公今天过来是来和你辞行的。辞行？二哥嫂子，你们怎么要走？弟妹，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我和相公商量着，也是时候该搬回去了。二哥嫂子，你们怎么这么着急，突然要走？难得你们过来，何不多住上几天？嘿嘿，弟妹啊，不瞒你说，二哥和你嫂子已经把城郊的一处酒楼买了下来。现在我和你嫂子回去，除了把我们买下的那处农房再收拾收拾，也想去把铺子给开起来。等我和你嫂子把铺子那边的事情忙完了，得了空，我们呢就会来府中看你和三弟他们的。是呀，弟妹。反正现在我和相公已经搬到了京城来住，往后我和你二哥过来看你和三弟也是方便的。徐安和苏锦娘这样说，顾青青也不好再拦着。二哥嫂子，那你们要是得了空，一定要多来看看我和相公。弟妹，你就放心吧，我和你嫂子会常来你和三弟府上的。二哥嫂子，你们初来京城，人生地不熟的，酒楼的事情要是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尽管开口。多谢弟妹，二哥记下了。徐安辞行之后就同二嫂一起离开了。今天在山上累得腰酸腿乏的，低头看着身上的黄泥，顾青青准备先舒舒服服的泡个澡，再把身上的衣服给换了。徐行回来的时候，顾青青手上拿着支笔，正在盘算着种茶树的事儿。相公，你回来了。相公，二哥明天吃过早饭后就会搬走，他和二嫂在你回来之前就向我辞行过了。徐行听了之后倒是没有多问什么，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相公，二哥初来京城，虽然我让二哥要是遇见麻烦就来找我们，但是我觉得二哥应该不会真来找我们帮他做什么。要不然这样好不好？不如你安排徐叔去看一下二哥开酒楼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要是有的话就让徐叔帮一下二哥，怎么样？青青，二哥的事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会安排的。相公，对了，你可听说过京城的三大茶坊？你问这个做什么？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他打算种茶树的事儿给徐行说了。你什么时候买下的山头啊？就在上次你和飞燕姑娘一同离开京城查案的那次买下来的。徐行再次诧异了一下，没想到他上次去查案，小媳妇儿竟然还在京城这边买了几个山头下来。等我找好了茶苗，山头那边工人们就可以开始动工种植了。相公，我听说京城的三大茶楼聚集了天下的各种好茶和名茶，所以我打算明天去瞧瞧看。顾青青说着，眼底也在发亮。许安昨天晚上同顾青青辞行之后，第二天早上一早就收拾了包袱，打算离开。顾青青已经提前安排了马车。再次同顾青青告辞之后，许安这才扶着苏锦娘上了马车。今天同二哥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梁氏。老三媳妇儿，元姐和静哥有亲家母帮你照看，娘也就放心了。你二哥二嫂两个人忙着开酒楼，这人手肯定不够，娘跟你二哥他们一起过去，也好帮衬帮衬他们。娘，那你和二哥路上小心，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们就来告诉我和相公。昨天顾青青没有对顾燕提顾宁秀的事儿，二哥许安他们的马车刚离开，二弟顾燕就单独将顾青青叫到了一旁。大姐，怎么样？你安排的人跟着三妹可查到了什么？顾青青想了想，
还是把顾宁秀的事儿给二哥顾燕说了。什么？你说三妹昨天去见了一个书生？顾青青点点头。顾燕这次二话没说，直接就往外走。二弟，你要去哪儿？我去找那个男人去。二弟，别冲动。我告诉你三妹的事，不是让你去找那个男人的。现在你贸然去找他，要是将事情闹大了，不仅对三妹的名声不利，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书院那个男子了，先查查他的品行如何，我们再做打算。要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今天就能查出来。哼，最好那个男的品行端正，要是让我知道那个男人敢骗宁秀，对宁秀别有所图，我定饶不了他。顾燕去了莫将军府，顾青青也在顾燕离开之后就去了京城的3大茶坊之一。这边顾宁秀也在顾青青忙着山头种植茶树的这几天，偷偷地溜出去见了好几回那位姓范的书生。顾青青听着下人回话：夫人，今天我偷偷跟着宁秀小姐，她和那位范公子一同出去在京城逛了一天，还在街边吃了2碗馄饨。前几次下人来回话，她这位三妹每次和那位范公子出去，二人都只是在书院外见了一会儿，顾宁秀就回来了。这次顾宁秀出去，竟然和那位范公子在京城逛了一整天。我三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三小姐逛了一天，也是才刚回来。顾青青打算去看看她这位三妹去。顾青青到的时候，顾宁秀屋子的门大开着，并没有关上。顾青青站在门口，用手敲了敲门。刚刚还低头的顾宁秀顿时被吓得惊了一下，就连手中的东西也砰的一声掉在了地上。大姐，你怎么突然过来了？顾青青走进来。三妹，你刚刚在看什么东西？我好像听见有东西掉在地上了。没看什么。顾青青将她刚刚掉在地上的东西给捡了起来，拿着那盒胭脂。顾青青并没有立刻还给顾宁秀。三妹，这盒胭脂是你新买的吗？是啊，今天才在集市上买的。顾青青看见顾宁秀桌上还有2只绢花和1只镯子。大姐，看我这桌子也怪乱的，倒是叫你笑话了。我现在先收拾收拾。三妹，那个镯子和绢花可是也是今天买的。大姐，是的，这些东西都是今天在集市买的。顾青青打量着顾宁秀脸上的表情，看来那个绢花和镯子应该也是那位范公子送给她的。离开顾宁秀的屋子，顾青青回屋之后还在思考刚刚顾宁秀屋里看见的那3样东西：掉在地上的胭脂，做工粗糙的绢花，还有那个看起来很是笨重的镯子。顾青青坐在那儿思考，就连徐行回来了她也不知道。直到徐行在身后叫她，顾青青才回过神来。相公，你回来了。青青，这是二哥让我给你带回来的。不知二哥的酒楼准备的如何了？可全都准备妥了？二哥的酒楼需要置办的东西已经全部都置办妥当了，现在就等挑个吉日就可以开张了。这么快？我让徐叔安排了人手去帮二哥的忙，酒楼的一切都已经置办妥了，就等吉日了。顾青青咬了一口徐行刚给她挑的桂花糕。好吃吗？好吃。二哥做的桂花糕果然还是和当初在徐家村的时候做的一样。解决掉一块桂花糕。那二哥开张的吉日可挑选好了？已经定了，就在后天。二哥的酒楼在后天开张的话，顾青青也打算在二哥的酒楼开张那天过去一趟。顾青青想起来顾宁秀的事儿，于是把今天顾宁秀的事儿也给徐行说了。相公，那位范公子真要喜欢三妹的话，会和他送给三妹的东西没有一个是能用的。徐行挑眉。据我所查，那位范公子在书院读书一直很是用功，对他爹娘父母也很是孝顺。这样的人按理说人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倘若他不喜欢三妹，那他又为何会和三妹在一起？莫非去查探消息的人并没有将消息查探准确？青青，三妹这事儿我会安排人去查一下的。相公，三妹的事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了。二哥的铺子就要开张了，算日子，今天就是徐小山学堂休幕的日子。
顾青青打算今天先去学堂接徐小山，接着再带着徐小山去京城四处逛逛，顺便给二哥的铺子开张准备一份贺礼。楚七七在家里头闷了好些天了，听说他大姐出门是去接徐小山的，楚七七就缠着他大姐，想和他大姐一道出门去。顾青青见楚七七那个丫头最近天天闷在家里，也知道这丫头应该是快闷坏了，索性就带着小丫头一道出门。跟你大姐出门可不许胡闹啊，在外面也要好好听你大姐的话，你可记住了。娘，我知道了，我会听大姐的话的。去吧，跟你大姐出门去吧。楚七七坐上马车之后，就一直显得很是高兴。大姐，我们是先去小山哥哥上学的学堂吗？我们先去接了你小山哥哥，大姐就带你去京城四处逛逛去。大姐，那可以吃糖葫芦吗？小丫头抿了抿唇，一想到糖葫芦，小丫头顿时就馋了。可以。顾青青带着楚七七去接徐小山，没想到冤家路窄，竟然刚下车就看见了萧雪柔。萧雪柔盯着顾青青，那目光狠厉的简直快吃人了。呀，这不是徐夫人吗？你不在徐府待着，跑书院来做什么了？怎么，莫非你背着那个姓徐的，还生了一个小野种在这儿读书啊？不许欺负我姐姐！萧姑娘，照你这样说，你一个没成亲的姑娘来这儿接人，难不成也是生了一个小野种在这儿读书吗？萧雪柔正要发作，忽然不知道看见了什么，顿时就往前走过去，就看见两个不大的小男孩同时跑到萧雪柔跟前。那两个小男孩都长得和楚夫人如出一辙，不用说，顾青青也能猜到这两个孩子应该就是楚夫人和楚怀胜后来生的两个儿子了。萧雪柔走到顾青青跟前，恶狠狠地瞪了顾青青一眼，这才带着两个孩子上了车。顾青青站在原地，看着离开的马车，头中却在想着刚刚萧雪柔路过的时候在她耳边说的一句话：姓顾的，你别得意，你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顾青青不由得想到楚怀胜和那位萧夫人成亲的事儿，还有萧夫人和萧家的关系。萧雪柔刚刚说这个话，顾青青感觉到她绝对不是无缘无故说的。难道萧家和那个楚怀胜又想到了什么阴谋来对付他们？顾青青正思量着，大姐，小山哥哥出来了。嫂子，你们来了。走吧，和我们上车。上了马车之后，顾青青还在想萧雪柔之前在她耳边说的话，特别是萧雪柔的眼神。楚七七一直很好奇徐小山在学堂里的事儿，小丫头自从徐小山出来之后就没完没了地问个不停。徐小山告诉楚七七，学堂很大，夫子对他们很是严厉，写字不好会被罚打板子。楚七七听说徐小山在学堂不仅能学骑马，还会学射箭。骑马和射箭好玩吗？我们夫子射箭可厉害了，百发百中，还有骑马，学堂的张夫子骑马骑得最好。徐小山如数家珍，楚七七听得一脸的认真。徐小山在学堂学的那些新鲜东西，楚七七都没学过。突然马车停下来，嫂子，我们到了吗？徐小山以为到徐府了，下车的时候才发现竟然还在京城的集市上。嫂子，我们没有到家吗？大姐说今天要带我们在京城四处逛逛，还说要给我买糖葫芦吃。顾青青带着楚七七去给小丫头买了一串，又问徐小山。徐小山是个男孩，他并不爱吃冰糖葫芦这种酸酸甜甜的东西。前面是一家卖字画的铺子，顾青青打算去买上几幅，送给二哥当贺礼。顾青青买下字画，付了银子之后，就带了两个小家伙从铺子中离开了。前面有个表演杂耍的，楚七七想过去看，便让莫离带着小丫头去前面看一会儿。顾青青则是在附近找了一个卖小食的摊子坐了下来。顾青青要了2碗汤，还要了2、3样的小点心。好吃吗？徐小山刚要点头，
目光突然就看见一个方向，愣住了。顾青青也诧异地看过去，没想到他竟然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小摊贩跟前看见了他三妹顾宁秀和一个读书人打扮的年轻公子。嫂子，那不是宁秀姐姐吗？顾青青也在这时看清了男子的长相。男子容貌长得倒是不差，只是男人这眼神似乎有些阴鸷。虽然男人好像也是面上带着笑的，但是顾青青总觉得男人的眼神有些阴。顾青青把纸打开，只见上面详尽地写了范章的各种资料。顾青青看了看，上面写的东西虽然比上次下人查到的更详尽，但是差别并不大。只是顾青青回想着今天白天看见那位范公子的画面，他三妹笑意盈盈看着那位范公子，满心满眼都是欢喜。而那位范公子看他三妹的眼神虽然也是在笑，可他眼底的笑并没有他三妹眼底的欢喜，反而让顾青青觉得他是一位心思深藏不露之人。这位范公子的心思如此深沉，他三妹还并不是那位范公子的对手。他三妹和范公子这事儿，看来还需要尽快的解决掉才行。顾青青怕这事儿拖久了对他三妹会不利，要是等他三妹在那位姓范的手上吃了亏，那可就迟了。思考过后，顾青青决定现在就去找他三妹一趟。询问了下人，得知他三妹顾宁秀已经从外面回来了，于是顾青青也没带丫鬟，单独一个人直接去了顾宁秀住的院子。嫂子，我们要去叫宁秀姐姐吗？小山，刚刚你尝了这个糕点，可好吃？刚刚吃的点心好吃是好吃，不过还是没有二哥做的好吃。嫂子，二哥做的点心比这儿的还好吃。二人说话间，顾宁秀那边已经同那个男人挑好了发簪离开了。楚七七那丫头跟着莫离去看了一会儿杂耍的戏班子，回来的时候小丫头一脸的兴奋，起身付了点心和汤水钱，决定带两个孩子回府。楚七七玩得意犹未尽，还说下次还想来集市看杂耍。刚刚在集市上看见了顾宁秀，顾青青并没有去叫她。这会儿回府之后，顾青青再次安排去查那位范章的人，也查到消息回来了。怎么样，事情查得如何了？回夫人的话，小的已经按照你说的再次去打探清楚了。说吧，这次你去查探可都查到了些什么？夫人，你让小的查的，小的已经全部都将它记在上面了。青青单独一个人直接去了顾宁秀住的院子。顾宁秀这会儿正在屋里头做绣活呢，门开着，顾青青从外面走进来，顾宁秀也没发现，只是低头抿着嘴笑着。一抬头，大姐，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我已经来了一会儿了。三妹，刚刚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我没想什么。对了，大姐，你怎么过来了？是找我有事吗？这会儿他三妹已经满心满眼都是那位范公子了。要是让他三妹知道那位范公子或许并不是真的喜欢他，那他三妹……大姐，你怎么不说话？三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大姐？三妹在外面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没有。当真没有吗？三妹，二哥的酒楼明天开张，今天我带小山和七七去京城的书画铺子给二哥买到货的贺礼的时候，小山意外的看见了你，而我不仅看见了你，还看见你身边跟了一位年轻的公子。顾宁秀一惊，整个人都目瞪口呆的愣住了。三妹，你最近出去是不是都是去见那位公子了？大姐，我……顾宁秀看着顾青青，一时也说不出话来。今天你和那位公子在一个卖首饰的小摊贩那儿挑选了一只薄的玉片簪子，那只簪子你买了后还亲自给那位公子戴在了头上。瞧着那位公子身上穿的衣服，好像是位读书人，就是不知道在哪个书院读书呢。我见那位公子长得样貌不俗，想来要是去打听一下，应该不难找到。大姐，既然你都看见了，我也就不瞒你了，我确实是有喜欢的人了。而你今天看见的那位公子，
就是我喜欢的人。大姐，你可不可以先不要把我和范公子的事情告诉娘和二哥？可是三妹，你和范公子的事情不能一直瞒着娘和二哥他们呀。顾宁秀愣了一下，她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三妹，你要是真喜欢那位范公子，想和他成亲在一起，这事儿是迟早要告诉娘和二哥的。你和他一直这样偷偷私下见面，也始终不是长久之计，你说呢？大姐，你说的是，只是这事儿我还没有给范大哥说过，要不你等我同范大哥商议之后再做决定。三妹，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如何认识那位范公子的吗？大姐，你可还记得我上次扭伤脚的事？顾青青当然还记得，当时她还给顾宁秀送了药过去。大姐，其实我那次不是脚扭伤了，而是被马车给撞了。什么？你被马车给撞了？你当时被马车给撞，怎么不回来告诉我和娘？我当时怕你和娘担心，所以你就没有告诉我们。三妹，下次可不许再这样了。你被马车撞了，你不告诉我们，要是万一出事怎么办？大姐，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顾青青看着顾宁秀这个妹妹，也是一脸的无奈。当时我是去绣坊送我绣的帕子，回来的时候我想着去买些线和布头，却意外的不知被从哪儿出来的马车给撞了。后来呢？后来我就意识不清，晕了过去，迷迷糊糊中好像知道是一位公子将我送去了药铺。到了药铺后不久，我就突然醒了过来，经药铺的大夫和伙计告诉我，送我去药铺的人刚走，于是我当即就追了出去。难道救你的人就是那位范公子？说到范章，顾宁秀脸上再次有了娇羞的表情。还好范公子还没有走远，大姐，我追出去后就看见了他。大姐你知道吗？大姐夫不仅人长得好，对大姐你更是极好的。你和大姐夫每次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对璧人，看见大姐夫对大姐你事事体贴照顾，有时候我也幻想希望也能找到一个像大姐夫一样疼我对我好的男子。现在我也终于找到了那个人，大姐你是不是也很是替我高兴？三妹，你要是真找到了那个对你好的人，大姐当然会替你高兴的。大姐，等我和范大哥商议了之后，我就会把我和范大哥的事情告诉娘和二哥，到时候我就让范大哥来找娘提亲，你说好不好？三妹，你和范公子认识的时间还短，你们认识才不到1个月，这么快就说成亲的事情，是不是也太仓促了些？三妹，成亲之事先不急，毕竟成亲是你一辈子的终身大事，还是要慎重些考虑才是。行，大姐，那我听你的。晚上徐行回来的时候，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也去查了那个姓范的。相公，我不是跟你说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他了吗？你怎么也……青青，你猜我查到了什么？顾青青安排的人已经去查了姓范的2次，无非都是那姓范的读书用功，对爹娘孝顺什么的。顾青青以为徐行查到的消息跟他查到的应该是一样的。青青，我查到那个姓范的在学堂走得最近的人是张文轩。张文轩？什么？张文轩？那不是上次来我们徐家向三妹提过亲的那个人吗？不错，就是他。难道那位范公子故意接近三妹，是因为张文轩？一想到那姓范的可能是因为张文轩才别有用心的接近他三妹，顾青青又把今天顾宁秀对他说的话给徐行说了。相公，可不可能那天三妹突然被马车撞，也是那姓张的故意报复？三妹当天根本就不是意外被马车撞，而是张文轩和范张2人故意预谋好的。青青，至于那天三妹被马车撞，到底是不是那个姓范的和张文轩做的，此事一查便知。就算不是那姓张的和姓范的2人所做，那此事也绝对和他2人脱不了关系。青青，我还查到那位范公子一些别的事儿，你可要听听啊。你还查到了别的什么？
我还查到那位范公子为人圆滑吝啬，巧言善辩，精于算计，还喜欢贪占小便宜。怎么他让人查的和徐行查的完全不一样啊？要是徐行不说，他丝毫不怀疑徐行查的和他让人去查的压根儿就是两个人。青青，你让人去查的都是那些表面上的东西，表面上的东西都是给外面的人看的。到底那位范公子的品行真正如何，还得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和他身边的往来的人才能分辨。所以你让人去查了那姓范的平时的为人处事，还有一些他平时身边来往的人。徐行点点头，顾青青顿时了然，难怪他让人查到的东西和徐行去查的完全是两回事。如此说来，那位姓范的本来就不是什么品行纯良之人，难怪他那天第一眼看见那个姓范的，就会觉得他心思深沉，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严九道是当今画圣，他的话可是远在我之上。严九道的话名震天下，又被天下人称为画圣，你以为他真的是浪得虚名啊？相公，我看这画也确实画得不怎么样，依我看，那位画圣估计就是浪得虚名。青青，你今天买回来这几幅画确实是画中的不咋样，不过我曾经意外在荣亲王府上看到过严九道的画，他画的造诣远在我之上。难道？青青，你买的这些都是赝品。他买回来的这些全部都是赝品。顾青青再看那几幅画，不由得狠狠地将今天那个卖画的掌柜在心里头好好的伺候了一番。青青，虽然这不是画圣严九道的真迹，不过这几幅画拿去挂在二哥的酒楼做摆设也完全够了，倒不是一定要用严九道的真迹啊。顾青青看了徐行一眼，小脸上仍然气鼓鼓的。好了，别生气了，你没有见过严九道的真迹，这分辨不出来也很正常嘛。虽然看着那几幅画，顾青青觉得气得不轻，却也只能将这几幅画拿去给二哥道贺了。现在既然肯定了这姓范的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徐行已经安排人去查了他三妹那天被马车撞的真相，要是查到了是张文轩和那姓范的所为，那就证明姓范的接近他三妹从一开始就有预谋。明天是二哥酒楼开张的日子，顾青青把今天特意去买回来的字画一一都拿给徐行看了看。相公，你瞧，这些都是我给二哥准备的道贺的贺礼。你看，这幅画是迎客松，这幅画是招财的，还有这幅，怎么样？这些字画画得如何？不如何。相公，这些画可都是掌柜的给我挑的上好的货，我瞧着挺好的。徐行拿起纸和笔，就寥寥几笔，很快一棵松树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纸上。相公，你……顾青青上下看着徐行，面上的表情仍然有些吃惊。早知道你会画画，我就让你画了。今天那个卖画的人告诉我，说画这几幅画的人都是出自当今画圣严九道之手。依我看，这位什么当今的画圣画的也不怎么样嘛，还没有相公你画的好。倒是不知道他这画圣的名头是怎么来的。很快就到了第二天，今天是二哥酒楼开张的日子了。顾青青他们一行4个人坐在马车上，二哥的酒楼在城郊，这还是顾青青第一次到二哥的酒楼去。到了之后，顾青青意外地发现二哥的酒楼开的位置还挺不错的。徐安和苏锦娘夫妻2个人站在酒店门口招呼着客人，一见到顾青青他们，徐安和苏锦娘立刻上前走了过来，梁氏也在。娘，老三媳妇儿，你们都来了。嘿嘿，娘，今天可是二哥的酒楼新开张的好日子，我们当然也过来了。顾青青也笑着将带来的贺礼交给了刚走过来的二嫂。徐明轩也准备了贺礼。鞭炮放过之后，二哥的酒楼来福楼就算是正式开张了。二嫂对顾青青送去的画很喜欢，当即就找了小二把顾青青送的画挂到了里面。苏锦娘突然就胃中一阵翻涌，跑过去干呕了起来。苏锦娘干呕了好一阵儿，这才稍微舒服了点，却见顾青青上下打量着她。苏锦娘被顾青青的目光看得一阵的不自然。二嫂，
你是不是有了？苏锦娘面上闪过一丝害羞，也没好意思说。顾青青忙将苏锦娘拉到一边去，走到媒人的后堂。二嫂，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了？苏锦娘看着顾青青点了点头。太好了，这么说来，我很快就要添上一个小侄子了。弟妹，还没请大夫把过脉，我也不是太确定。不过我这个月的月事已经推迟了大半个月还没有来，按理说这个月的月初就该来的，这都快月底了也没有来。说到这儿，苏锦娘有些不大好意思地看着顾青青。我也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了。嫂子，你到底有没有怀孕？我一探就知道了。顾青青捏着苏锦娘的手腕给她把脉。苏锦娘看着顾青青，整个人不由得一阵紧张。弟妹，我是不是真的有了？二嫂放心吧，你猜的不错，你确实是有了。确定了之后，苏锦娘整个人都愣住了，好半晌都没回神。大儿媳妇儿，你当真是有了？娘，刚刚弟妹已经给我把过脉了，弟妹说我确实是有了。哎呀，太好了，老儿媳妇儿，太好了。娘，今天不仅二哥的酒楼新开了张，现在二嫂还有喜了，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咱们一定要找个时间好好的庆贺庆贺。好啊，好久没有和二哥一起喝酒了，到时候我一定要和二哥好好的喝上几杯。哎呀，老儿媳妇儿啊，这酒楼里现在人多势杂，你在酒楼里万一被磕着碰着，可了不得。这样吧，你还是别在酒楼里待着了，听娘的，现在回去。听说小媳妇怀孕了，徐安更是高兴得像个大傻子一样，先是整个人都愣了一下，随即一把就把苏锦娘给抱入了怀里。姬娘，是真的吗？我真的要当爹了。苏锦娘红着脸，小媳妇儿再次怀孕，徐安比梁氏还要小心翼翼。在得知她怀孕之后，徐安就立刻有劳了顾青青，让顾青青把苏锦娘给送回去。二嫂，快去把这消息告诉二哥和娘去，要是他们知道了，肯定也会很高兴的。苏锦娘回过神来，想到徐安，嘴角不由得扬起来。太好了，她终于又有了徐安的孩子。徐明轩从外面突然跑过来。二嫂呢？三嫂，娘二哥都在找你们呢，你们竟然躲到这来了。虎弟，你说娘和二哥都在找我们？对啊，娘刚才还在问你和二嫂呢。不知他们找我们做什么？二人正说着话，梁氏就从外面走过来。青青啊，老三呢？娘怎么到处都找不见他人呢？他去哪儿了？娘，三哥今天还要去大理寺呢，他过来给二哥和嫂子道贺后就会离开，现在估计三哥已经去大理寺了吧。梁氏没想到徐行竟然回了大理寺。娘，你可是有事要找相公？没什么事儿。娘，你没事儿，二嫂可是有事要告诉你和二哥呢。老儿媳妇儿，你有事儿要跟娘说吗？娘，我有喜了。到了二哥他们住的地方，下车后，顾青青打量着跟前的屋子，里面是很宽敞的院子，不仅是砖瓦房，还有几间茅屋竹舍。娘，弟妹，快别在外面站着了，进屋坐吧。院子里，二哥和嫂子还开垦了几块地来种菜，苏锦娘要去烧水。嫂子，不必麻烦了，你坐下，我再给你好好把把脉。顾青青又再次给苏锦娘把了脉。弟妹，孩子没事吧？老三媳妇儿，你二嫂的孩子没什么问题吧？娘，嫂子，你们就放心吧，孩子没事儿，他很好。那你刚刚给你二嫂把脉是因为？娘，我刚刚给二嫂把脉是想给二嫂开几副安胎药来吃，一会儿我就会吩咐人把安胎药给二嫂送过来。弟妹，那就有劳你了。除了安胎药，顾青青回去之后还准备了一些补身子的东西给她二嫂一并送了过去。当初顾青青怀孕那会儿，二哥每天都变着法子的给她炖补身子的汤水喝。
如今二嫂怀孕了，顾青青也打算给二嫂送些补身子的东西过去，燕窝、蛋类、新鲜的果蔬、肉类，还有一些蜜饯什么的。顾青青这边安排完给二嫂送的东西，另外一边就有下人来报，说是于叔来了。顾青青忙带着下人去见了于叔，于叔焦急地等在偏厅里。哎呀，夫人，你可算是来了。今天突然来了一拨人，那拨人就跟土匪似的，不仅毁坏了我们种植的茶树，更是连我们的工人和茶农也都全都挨打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为何会来毁我们的茶苗？夫人，那伙人是我们山下那一带的地头蛇，为首的叫做赖老三。那个赖老三仗着他的亲妹妹做了瑞王府的妾室，这些年没少横行霸道，欺压乡民。那个赖老三也在这一带种植了不少的茶树，听说夫人你在这边买下的几个山头全都要种植茶树，那个赖老三就带人过来毁了我们的茶苗。这么说来，那个赖老三今天来毁了我们的茶苗，就是为了阻止我们种植茶树。夫人，今天那群人和赖老三离开的时候还放下了狠话，说今天来就只是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教训的，要是我们以后还敢再继续种植茶苗，他就带人来一把火将所有的茶苗都给我们烧光。要是夫人你不想血本无归，就尽管种。太过分了，夫人，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弄清楚了原因，知道是几个地头蛇找事儿，顾青青决定现在就随于叔一道下山去看看。于叔提议，夫人，那伙人心狠手辣，又人多势众，你要是过去的话，最好带上点人过去。夫人，我们要把这事儿告诉许大人吗？不过就是几个混混找事儿，就那几个混混，叶无痕一个人对付他们都绰绰有余了，更不要说他现在身边还有一个莫离在。有了莫离和叶无痕两个人，对付几个混混还是绰绰有余的。不必。夫人，那些个人可都是些无赖混混，乡民们这些年都不敢招惹那伙人，今天我们的人全都在那群人手上吃了亏，你要是就这样过去的话，我们怕也不是那伙人的对手啊。于叔，放心吧，这事儿我自有安排。离开前，顾青青还问了于叔今天那些受伤人的伤势。夫人，大多数人都是皮外伤，有几个伤的要重一些，已经被人抬回去了。顾青青回头吩咐莫离，吩咐下去，一会儿让回春堂备一些伤药送到山下去。顾青青一向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他也不会任由别人欺负。而且那位赖老三的大姐只是瑞王妃的一名妾室，今天的事儿也是赖老三先招惹的他，就算是瑞王出面，他也能有理有据地站住脚。更何况想来瑞王也不可能真的为了一个妾室就大动干戈。于叔面上担忧，于叔放心吧，此事我自有主张。见顾青青这样说，于叔这下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顾青青让叶无痕安排人看着赖老三，其他人则全都放回去。有赖老三在他们手上，谅赖老三手下那些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这边的事情暂时解决了，顾青青准备坐车回去。于叔提了一盏灯送给顾青青。夫人，天黑路暗的，这个灯你们拿着，路上也好照明用。顾青青接过灯，一扭头竟然看见了徐行。相公，顾青青没想到徐行会突然出现。徐夫人，这位就是徐公子。顾青青回神，随即点了点头。夫人你就长得这般好容貌了，没想到徐公子竟然也生了这样一副好模样。徐行是过来接顾青青的，夫妻两个人一同告辞离开。坐上马车，顾青青立刻看着徐行问了出来：相公，你怎么突然过来了？徐行今天回去迟迟不见小媳妇回来，打听到小媳妇来了这边山下，徐行就坐马车直接过来了。青青，可是茶山那边出事了。你是怎么知道茶山出事了？又是怎么找到这儿的？顾青青今天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来这边，直接就带着茉莉和叶无痕两个人出门了。
我问了府上的管家，他说今天于叔来过府上，而你在于叔来过后就跟着他一起离开了。所以你就猜到我来了这边。那茶山这边出事的事情，你又是怎么知道的？要是茶山没有出事，于叔应该不会轻易来府上找你，你也不会听了于叔的话就立即随他一起离开了府上。徐行说完，见小媳妇的脸色就知道，确实被他说对了。青青，你今天急忙过来，不知茶山这边出了什么事啊？顾青青知道茶山的事儿，徐行想知道的话并不难，他也瞒不住。于是徐行问，顾青青也没隐瞒，如实就把今天的事儿给徐行说了。相公，没想到在这荒郊僻壤之地种植茶树，竟然还能遇见这种事。那个赖老三将我们种植的茶苗毁了一大半，要不是于叔和工人们，怕是仅剩的茶苗也全都被他带来的那些人给毁了。青青，这事怎么不等我回来交给我处理？相公，今天的事情不过就是几个混混而已，我还能应付。再说他也不能什么事情都靠着徐行啊，山头是他买的，茶苗也是他打算种的，如今出了问题，自然也该他自己去解决。再说了，你不是安排了叶无痕和莫离二人在我身边保护我吗？有他二人在，别的不说，收拾今天那几个混混还是绰绰有余的。你是没看见那个赖老三被我教训的求饶的画面，要是看见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见徐行只是看着他，眉头一挑。怎么，你不信我说的？信，我信。这话分明就是糊弄他的。顾青青看着徐行，相公，虽然我今天教训了那个姓赖的，但是……顾青青想到今天那些被践踏一地毁掉的茶苗，不由得没了声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有莫离和叶无痕二人在，那些人全都被打得满地求饶的。要说怕，那怕的也该是那个姓赖的那群人。没有害怕，那是什么呀？我只是觉得可惜了那些好茶苗了。工人们种植的茶苗全都被践踏一地，山上的茶苗也都被毁了一大半。青青，你听我说，茶苗没了，我们还可以再种。相公，赖老三带着手下那些人横行霸道，他这么多年在这一带作威作福，不是没有原因的。一般的茶农，谁能招惹得起赖老三和他手下的几十个地痞无赖？青青，今天这事儿剩下的交给我，你就不必再管了。那不行，相公，这事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吧。反正有莫离和叶无痕在，我能解决的。顾青青不让徐行帮他解决此事，在顾青青看来，他能解决的事情就自己解决。只是，相公，那个姓赖的，据说他的大姐是那位瑞王的妾室。今天我将那个姓赖的收拾得不轻，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你说瑞王会不会？顾青青担心招惹了赖老三，瑞王府那边会给徐行带来麻烦。青青，我说过，有我在，你就什么事都不用怕。今天的事你也什么都不要担心，一切有我。徐行的声音沉稳，又或许是徐行的眼神太过让他安心。听了徐行的话之后，莫名的顾青青的心里顿时就觉得踏实了，好像有徐行在，他真的什么都不用怕。马车还在行驶，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徐行拍了拍小媳妇的后背。青青，这会儿到府上还有1个时辰左右，今天白天一天你肯定也累了，现在先在车上睡会儿，到了我再叫你啊。迷迷糊糊的不知道睡了多久，顾青青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像大了些，直到凉风吹到她脸上，顾青青才嗯了一声，睁开了眼睛。醒了。徐行正抱着她往府里走，莫离在旁边撑着伞，顾青青一动，青青别动，再动要掉下去了。徐行抱着她回到屋子里，这才把她从怀里放下去。外面下着雨，他们在屋里吃着饭，顾青青吃得一脸的满足。好吃吗？顾青青笑着点头。对了，相公，三妹的事查得如何了？青青，三妹的事情我已经查到了。那上次三妹被马车撞，可是那个范章和张文轩二人合谋做的？不是，
据我所查，三妹上次被马车撞的事和张文轩和范章二人都没有关系，这二人也并未合谋过用马车撞三妹的事。要不是范章和张文轩二人做的，那张文轩又怎么会正好出现在三妹被马车撞的地方，还送了三妹去药铺？这一切未免也太过巧合了。青青，撞了三妹的马车虽然和范章和张文轩二人没有关系，但是却和另外一个人有关，而这个人你也认识。我还认识那个人？是谁？就在这时，顾青青头中出现了一个人。顾青青还记得那天她去书院接徐小山的时候，萧雪柔在她耳边说的话。对了，相公，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了。什么事啊？顾青青接着就把那天书院遇见萧雪柔的事儿给徐行说了。萧雪柔当时路过我旁边的时候，她对我说的话，我感觉她并不像是无缘无故说的。你说会不会那个楚府和萧府又想出什么阴谋出来陷害你了？楚怀胜为了权力能抛妻弃子，萧府帮楚怀胜娶了萧夫人，同时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帮楚怀胜升了官，重新回到朝廷里。这萧府和楚怀胜绝对私下里有勾结。萧丞相由于徐行，不仅是3个儿子都被流放发配，还有楚夫人被皇上赐了毒酒。萧丞相对徐行绝对是怀恨在心的。顾青青担心萧府和楚府会陷害徐行，徐行却并未将此事放在心里。青青，那萧府和楚府现在都已经是自顾不暇，你不必担心。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多加小心，还有也要多防着萧府和楚府的人。徐行知道小媳妇儿也是担心他。萧府的人和楚府的人，我会让人留意的。说完萧雪柔的事儿，顾青青又再次问徐行：你刚才说用马车撞了三妹的人，我也认识。不错。顾青青头中回想着可能是的人选，他认识的人和他有仇的无非就是武平侯府，还有就是萧府、楚府。除了这3个府上的人，应该不会再有别人。谁知道徐行全都说不是。那又是谁？青青，那天撞了三妹的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今天去你的茶山找事的赖老三。什么？你说撞了三妹的那个人是赖老三？他怎么都想不到，撞了他三妹的人会和今天去他茶山毁了他茶苗的是一个人。那个赖老三常年混迹赌坊、马市、青楼等地，他的马车在京城的街上撞了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天赖老三和人喝了酒，吃得烂醉，还把车夫赶下车，自己驾车。马车在街上横冲直撞，三妹也就是在那天意外被撞了。赖老三当时撞见了三妹后并没有停下，直接赶车就离开了。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三妹是被赖老三撞的，既然此事和姓范的无关，那难道还真是范章刚巧路过，然后看见三妹，他就好心将被撞得昏迷过去的三妹送去了附近的药铺？这次徐行却没有立刻回答他，而是过了一会儿看着顾青青道：青青，你可曾想过，或许那天送三妹去药铺的有可能不是范章？不是范章？顾青青还真没想过这个。不是他，那会是谁呢？我安排的人打听到，那天送三妹的人身上带着佩剑，看样子应该是个习武之人。那个男人将三妹抱着送到药铺之后，付了银子就离开了。身上带着佩剑，那肯定是习武之人。那个范章是读书人，他的身上从来就没有带着佩剑。真要是救了三妹的人是个会武之人的话，那显然救了三妹的人并不是范章。我安排的人查到的消息来看，救了三妹的人确实不是姓范的，只是救了三妹的那个人暂时我还没有查到他的身份。不过我安排的人还在继续查此事，只要有消息我就告诉你。那三妹又是如何将范章认成送他去药铺的人的？顾青青回想着当时顾宁秀对她说的话，我想起来了。三妹说她被人送去药铺之后很快就醒了过来，听说送她去药铺的人刚走，她就立刻追了出去。莫非她追出去的时候正好撞见了那个姓范的，所以就将范章误认成了救她的人？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她三妹顾宁秀认错人了。只是
既然不是那位姓范的送三妹去药铺，那他为何会承认此事，装作是送三妹去药铺的人呢？青青，饭菜快冷了，现在还是先把饭吃了再说吧。顾青青看了徐行，决定先吃饭，没有再说顾宁秀的事儿。第二天，顾青青将她和徐行查到的都给二弟顾燕说了。顾燕一听，当即手一下拍在了桌子上。我就知道那个姓范的不是东西，不行，我不能再让三妹被那个姓范的给骗了。二弟，这事儿你就打算这样去直接告诉三妹？二姐，我不能再让三妹被那个姓范的继续骗下去了。二弟，我们是不能让三妹被继续骗，但是你就这样过去，你是打算直接告诉三妹姓范的骗了她？现在三妹对那个姓范的正是喜欢的时候，你这样跑到她面前去说那个姓范的不好，她会听吗？顾燕还真没想过这个。我们是要揭穿她，不能让三妹再继续被她骗，但是却不能这样直接去跟三妹说。大姐，那你说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二弟，我们可以这样做。顾青青把头凑到顾燕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顾燕一听，随即点点头。行，大姐，这事我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商议好之后，顾燕抬头就看见徐行了，但是顾燕却没有同徐行说话，直接从屋里走出去。顾青青也看见了徐行，只不过他二弟刚出去，顾青青就见徐行的面色不对。相公，你怎么了？青青，你刚刚和二弟在说什么呀？没说什么啊，就是说三妹之间的事情。徐行刚刚过来就看见小媳妇儿凑上前去和顾燕说话，尽管那个男人是小媳妇的亲兄弟，可徐行怎么看怎么觉得碍眼。青青，以后和二弟说话离远点，别靠那么近。他刚刚和他二弟说话也没有靠得很近吧？徐行却又看着他，一本正经的道：还有青青，以后除了我，不许再和任何人距离这么近说话。茶山的事儿还没解决完，顾青青今天还是要再去茶山一趟。离开前，徐行将他看着。青青，茶山那边的事我已经吩咐了叶无痕，他知道怎么做。昨天以防赖老三逃跑，顾青青留了叶无痕在茶山那边看着那个赖老三。听了徐行的话，顾青青面上闪过一丝诧异。叶无痕回来了，他不是还在茶山那边吗？我让徐叔给他送了信过去。原来是送信。昨天徐行让顾青青把茶山那边的事情交给他解决，顾青青坚持要自己解决这事儿。原本顾青青以为徐行不会再管这事儿了，顾青青没想到徐行今天竟然一早上吩咐了叶无痕去。你吩咐叶无痕了什么？徐行看着小媳妇儿，这次却没有再说话。小媳妇儿今天穿了一身湖绿色的裙子，小媳妇儿本来就生得白，这身湖绿色的裙子更是将小媳妇儿衬得清丽灵动。青青，过来点。刚走过去，唇上一软，徐行的薄唇就印了下来。顾青青坐在马车上，小脸上还有点热。刚刚要不是徐行还要去大理寺，顾青青怕是今天上午都别想出门了。马车到了山下，顾青青还是先去找了于叔，只是还没找到于叔家里，顾青青就愣住了。于叔家的篱笆墙外竟然围满了人。这是怎么回事？夫人，这些不都是徐府的人吗？徐府的人？徐府的下人虽然多，可顾青青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人。夫人，这些人都是以前徐管事手下的人，莫非这些人都是徐行安排过来的？二人说话间已经走到于叔家的门口，院里于叔和于嫂一见顾青青和莫离，当即走了过来。徐夫人，你们来了。于叔，外面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过来的？徐夫人，你不知道吗？这些人不都是你安排过来的吗？叔，外面那些人都是我们家大人安排过来的，不是夫人。徐夫人，外面那些人来了有大半个时辰了，他们说是你安排过来的人。哦，对了，他们来的时候，屋里的叶公子已经见过他们了。于叔，那位叶公子呢？怎么没见他？夫人，
那位叶公子在外面那些人来过后就出去了，现在老夫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于水的手上端了一碗米饭。婶子，你们还没吃饭呢？早吃了，这饭可不是我们要吃的，是给那屋里的。那不是昨晚上关押赖老三的柴房吗？难道赖老三不肯吃东西？可不是嘛，那位姓赖的昨儿晚上就没吃过东西了，早上老头子去给他送饭，他还是不吃。这不，我和老头子也是刚从关着那个姓赖的柴房里出来。姓赖的大鱼大肉吃惯了，吃不下我们的粗茶淡饭。昨天你于婶儿去给那个姓赖的送米饭，谁知道那个姓赖的不仅不吃，还说要吃京城的大酒楼醉香楼的饭菜。我们这荒山野岭的，我和你婶子哪里去给这位大爷弄醉香楼的饭菜去啊？顾青青的目光下意识看了那边的柴房一眼。昨儿晚上送去的饭就被他给砸了，他非吵嚷着说非醉香楼的饭菜不吃。我和你于叔都上了年纪，天黑路远，我们两把老骨头哪有本事去醉香楼给他买吃的。就在我和你于叔没法的时候，叶公子就出现了。叶公子说他要是不吃就让他饿着，昨晚我们就没给他吃东西，今天早上送去的饭菜又被他给砸了。这是刚刚重新给他盛的。婶子，家里不知可有馒头？有的，今天早上刚蒸了些。夫人要馒头，婶儿这就去给你拿。婶子，这饭就别给那个姓赖的送过去了，一会儿就给他拿2个馒头过去，他要吃就吃，不吃就饿着。那万一他又把馒头扔了呢？要是他敢把馒头给扔了，那就别管他了。到了今天中午的时候，你只需要把他扔的馒头给他捡起来就行了。行是行，只是夫人，这样做万一将他饿出毛病了可怎么办呢？婶子，你就放心吧，饿不坏的。真饿极了，别说馒头，就算是给他吃草他都会吃。对了夫人，柴房里那个赖老三还提出要你去见他。顾青青带着莫离到柴房的时候，赖老三正在柴房里大叫大骂：放老子出去！放老子出去！来人啊，快把老子给放了！你把我提的条件全都做完了，我自会放了你。赖老三看见走进来的顾青青，也一时停住了叫骂。等你那些手下赔了我的茶苗，你再按照我说的去乡里给被你欺压过的那些人依次赔罪道歉，那你就可以走了。莫离给顾青青搬了一个凳子，让顾青青坐下。当然了，要是你没有按照我说的做，或者是没有将我提的条件全都做完，那就别怪我不放你了。赖老三早就没了耐心，看着顾青青的目光也是恨不得能把她吃了。小娘们儿，你可不要得寸进尺啊！大爷我都答应你提的条件，你还抓着大爷我不放，你小娘们儿做事可别做得太绝啊！你身边是有个武功厉害的下人，但是那不过就是你的一条狗而已。你也不要以为仗着有条厉害的狗就以为大爷真怕你了。别忘了，我大姐那可是瑞王的女人，就算我大姐只是个妾室，那也是瑞王的女人。你今天得罪了老子，来日就会得罪瑞王。哼！要是你聪明，现在就赶紧把大爷我放了，要不然得罪了瑞王，那就只有吃不了兜着走。哦，是吗？顾青青依旧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压根儿就没有把赖老三说的话放到眼里。你当真就不怕瑞王？现在你在我的手上，放不放你那也是我说了算。少拿瑞王府在这狐假虎威，你能唬得住别人，可惜了，这招对我没用。你赖老三再次气得脸都绿了。顾青青也从凳子上站起身来。要是想早点出去，那就让你手下做事麻利点。说完之后，顾青青也不管那个赖老三快吃人的眼光，带着莫离就从屋里走了出去。赖老三没辙了，见他拿出瑞王府吓唬顾青青根本没用，为了能早点离开这个破地方，于是赖老三也叫来了他手下的人，催促着手下人赶紧帮他将答应了顾青青的条件全都给做完了。
2天之后，夫人，那个姓赖的已经叫人将茶苗全都赔给你了，还有昨天被赖老三打伤的工人，他也全都请了大夫给他们治伤去了，每人赔偿的2两银子也全都给了。事儿办的倒是还挺快的，现在就剩去给村里那些被他欺压过的人赔礼道歉了。赖老三去赔礼道歉，顾青青安排了叶无痕跟着，而他则是坐在于叔的院里吃着闲茶，慢悠悠地喝了2盏茶之后，赖老三也在叶无痕的看守下去村里道歉完了回来了。小娘子，你放了我吧，求求你了，你赶紧把我放了。你的茶苗我已经让手下的人去找来赔给你了，那些被打伤的工人我也全给他们请了大夫，现在就连那些被我欺压过的村民也都按照你的吩咐去赔礼道歉了。你要我做的我也全按照你的吩咐做完了，你现在总可以放我走了吧？顾青青看了叶无痕一眼，叶无痕才将这捆着赖老三双手的绳子给收了。没了。赖老三，你听好了，现在我可以放你离开，但是要是往后你再敢来找我和这儿的村民们任何的麻烦，我定不会轻饶你。是，不敢了，小的记住了，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滚！呸！这个欺软怕硬的东西。夫人，你说那个赖老三会不会再来报复？他敢。回到徐府，顾燕一直在等他。大姐，你可算是回来了。可是事情都安排妥了。大姐，一切都按照你的吩咐安排好了，现在就等你去找三妹了。行，我一会儿就去找她去。顾燕将事情给她大姐说完之后就离开了。顾青青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会儿，换了身干净的衣服，顾青青这才带着莫离一道去了顾宁秀住的屋子。顾宁秀这会儿正在屋里头做着针线活。三妹，你这是要做鞋子？再看着顾宁秀面上的表情，给那个男人做的。我见范公子脚上的鞋子有些旧了，所以你就想给他做一双？大姐，范公子当初也算是救了我，我给他做双鞋子道谢也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三妹，听说京城的酒楼醉香楼做的菜色是这京城的一绝，大姐来了京城这么久，还没去醉香楼吃过东西呢，不如明天你陪着大姐一道去尝尝那儿的菜如何？好啊，娘他们也要去吗？七七上午要跟着夫子学读书认字，娘要在家看着七七，二哥他们要去将军府做事，别人都没空，就我们姐妹2人去。那大姐夫呢？大姐夫去吗？你大姐夫明天也要去大理寺做事，他也没空。既然大家都不得空，大姐，要不这样，等二哥他们都不忙的时候，我们再一道去醉香楼去吃东西。三妹，明天我们姐妹2人先去京城的集市逛逛，等我们逛完了再去醉香楼吃东西。我们先去尝尝看味道如何，要是那醉香楼的厨艺当真如传言的那么好吃，我们再叫娘和二哥他们也一道过来，你看如何？大姐，那听你的，明天我们先过去尝尝，要是好吃，我们再把娘他们也叫去吃。说服了顾宁秀，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后面的计划了。要是不出意外的话，那他明天就可以在他三妹跟前揭穿那位姓范的书生的真面目了。把目光收回来，顾青青也从顾宁秀的屋子外离开。顾燕等到顾青青从顾宁秀的屋子里出来，又再次跟上去。大姐，怎么样？三妹可答应你了？明天我们一切都照计划进行。顾燕也看着顾青青点点头。晚上，顾青青去奶娘的屋里看过2个孩子，将2个孩子哄睡着之后，顾青青才从奶娘屋里起身出去。远远的顾青青就看见徐行在前面，于是马上走过去。徐行是背对着他的，走得近了些，顾青青才发现徐行跟前站着的还有徐叔。顾青青没有说话，只听见徐叔正在对徐行回话。公子果然不出所料，瑞王已经将人送去乡下的庄子了。瑞王？
没想到徐叔竟然在和徐行说瑞王的事，还有将人送去庄子。瑞王将谁送去乡下的庄子了？行了，我知道了。徐叔，你下去吧。顾青青看着于叔离开，徐行也转过头看着他。袁姐儿他们都可睡了？都睡了。相公，刚刚我听徐叔说瑞王让谁去了乡下的庄子。外面冷，我们还是先回屋再说吧。夫妻二人一道回了屋子，坐下之后，相公，徐叔今天对你说的那个人可是瑞王的妾室？不错，确实是那位赖老三的大姐。相公，为何那位瑞王会突然将赖大的姐姐打发到乡下的庄子去住？青青，我让人去查那位赖姨娘的时候，意外地发现那位赖姨娘竟然和瑞王府的一个管事有私情。什么？赖姨娘和府上的管事有私情？赖姨娘早年是有几分姿色，也让瑞王新鲜过一阵儿。不过赖姨娘的姿色平平，再加上并无出挑之处，很快瑞王就将赖姨娘抛到脑后了。那位赖姨娘在府上长年累月都不一定能见到瑞王一次面，所以时间久了，那位赖姨娘就和府上的管事有了私情。不错，赖姨娘常年寄守空房，后来就和府上的管家有了私情。我可听说那位瑞王是心胸狭隘之人，那位赖姨娘和管事的有了私情，被瑞王知道之后，瑞王就只是将赖姨娘打发到庄子上去居住就完了。瑞王手中并无证据证明赖姨娘真的和管事有私情，这事儿不过是瑞王的猜疑。因为瑞王手中没有证据证明赖姨娘和管家真的有私情，再加上赖姨娘肯定不会承认此事，瑞王这才只是将赖姨娘打发去了庄子。既然没有证据，瑞王又怎么会把赖姨娘打发到庄子上去住呢？这就和瑞王的生性多疑有关了。顾青青眼底带着疑惑。我手下的人只查到赖姨娘和瑞王府上的管事有私情，但证据却不能完全证明那位赖姨娘和那位管事的私情。所以你就吩咐人将他们查到的证据想法子安排人透露给了瑞王。而那瑞王生性多疑，尽管没有证据，一旦起了疑心，眼里也就再容不下赖姨娘了。不错，瑞王一旦起了疑心，必定再容不下赖姨娘。顾青青在将那个赖老三抓了之后，也安排人去了瑞王府查了赖姨娘的事儿。但是顾青青只查到赖姨娘在瑞王府并不得宠，除此之外，顾青青还查到赖姨娘给瑞王生了个女儿，而那位女儿生性软弱，唯唯诺诺，同样在瑞王跟前不得宠。其他的顾青青就没有再查到多余的了。顾青青没想到徐行竟然也私下安排人去查了赖姨娘，不仅如此，徐行竟然还查到赖姨娘和瑞王府的管家有私情。徐行被小媳妇儿打量着看了半天。青青，还想问什么？相公，你是怎么查到那位赖姨娘和瑞王府的管家有私情的？青青，你忘了我是做什么的？顾青青一愣，这才反应过来，徐行的官职就是查案的。青青啊，大理寺比这难查的案子多不胜数，这只不过是查瑞王府上的一位姨娘而已，并不是什么难事。也是啊，大理寺那么多案子，徐行又在大理寺做事，对徐行来说，要查一位瑞王府的姨娘确实不是什么难事。青青，那位赖姨娘已经被赶出瑞王府，现在那姨娘同瑞王府的下人无异，没有了瑞王府的依仗，往后那位赖老三再也不能仗着瑞王府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了。相公，这么说你都是为了我？顾青青愣愣地看着徐行，徐行出手除了那个赖老三的倚仗，没了赖姨娘在瑞王府，那赖老三往后再也不敢借着瑞王府的名头嚣张生事了。除了不动声色地除掉赖老三的倚仗，同时徐行还安排一批身手不错的人留下来看管茶山。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徐行就已经帮他将该考虑的问题全都考虑周全，并且已经全都替他出手解决了。相公，徐行竟然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替他做了那么多的事儿。青青，怎么了？顾青青
就那样抱着徐醒，也不说话。茶山的事儿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现在事情解决了，明天药铺那边你也别去了，就在家里好好歇上几天。小媳妇儿在他怀里也不说话，就只是将小脑袋在他身上蹭了蹭。青青，要是困了就睡吧。徐行让顾青青在家里歇上几天，顾青青却没闲下来。茶山的事情解决了，现在还要解决他三妹顾宁秀的事儿。按照计划，他今天上午要带着顾宁秀去醉香楼吃东西。不过这事儿不急，吃东西倒是也不用去得太早。顾青青早上喂饱了袁景和静根两个小家伙，又逗着两个小家伙玩了一阵儿。现在两个小家伙又长大了一些，